生命灵数最紧张刺激的流年期，就是要让你充满自信的展现自己，被幸运加持的威力，人人羡慕的好处，当然会引起各种羡慕嫉妒的情绪反应。所有的批评都是针对你来的，你能不能保持平常心，轻松看待一切？生命灵数看喵喵大师，拿回你的人生主导权，知道灵数相处很简单。欢迎订阅、分享、按赞、开小铃铛。频道升级啦！喵喵大师感谢大家的支持，频道现在开放会员功能和超级感谢功能啦！欢迎加入灵数探险团，每月有会员锦囊哦。根据灵数动力系统给你趋吉避凶的提示，请支持喵喵大师给地球玩家灵数人生攻略，让我们一起成长，一起体验一帆风顺。生命灵数看喵喵大师，你会越来越好命的哟！嗨，大家好哇，我是喵喵大师。今天来说生命灵数最紧张刺激的流年期，这是最考验你实力和判断力的时刻，各式各样的机会会出现在你眼前，你感觉不相信吗？代表你的资历还很年轻，还没真正被流年期邀请筛选试炼过。就算你没遇过，但应该听说过某人自从得奖后就成了当红炸子鸡，接着就有很多机会和邀约出现，也许是有公司团体讨论合作的机会，也有可能是来自业界前辈的人情请托，甚至有大企业来接洽。怎么会有这么好的事？那是因为你不知道流年期的真正意义是什么。用生命灵数看流年期是喵喵大师的独门绝技。如果觉得今天的节目有点难，可以参考以前的节目，流年1到9里面有基本的说明。今天这集真的很宝贵，讲流年期是什么，赶快收藏起来，随时复习，还能分享好友哦。就让我们从流年期开始慢慢说吧。首先，先来解释流年的概念。最直接的说法是，它就是游戏的关卡，欢迎你进来闯关。既然是冒险，就会有风险，因此你必须眼观四面，耳听八方。但能不能瞬间翻身，就要看你的根本实力，这是游戏玩家都有的基本概念了，对吧？因此，每当你的生命灵数流年刚好是7的时候，就代表你进入了名为流年7的关卡，而且你有1年的时间可以慢慢破关。今天会用新手面向出发，给大家提示你可能遇到哪些情形，怎么面对，或是用这集节目的内容回想之前的流年期，自己是怎么度过的，做了什么样的选择。通常在你进入流年期之前就有迹象了，也许是有参选或参赛的机会出现，通常在前年底就会知道你是否入选或是得奖。一旦身为主角的你进入流年期，所有的关卡就会触发，为你带来天翻地覆的改变。让我们用一个好懂的例子来解释，例如你从毕业就进入这家公司，是业务范围遍及好几个国家的国际公司，你从基层的助理做起，认真学习，不断充实自己。主管很好，同事们也乐于和你分享经验，你很喜欢这个充满活力和未来希望的工作。特别是海外出差的同事回来分享见闻的时刻，就会让你心生向往，羡慕不已，期待自己未来也有机会能这样独当一面。你不是说说而已，为了接近你的目标，你给自己安排了具体的进修计划，利用下班时间加强自己的外语能力，甚至利用假日去报考外语检定考试。你挑战了好几次，也失败了好几次，但是你坚持不放弃，继续努力，直到最近你终于拿到公司认定的等级了。你开心地向主管报告，把证书提报出去，同事也为你高兴，觉得你非常认真。大家都知道你是努力上进的年轻人，还有人特地来称赞你，恭喜你。你觉得自己的努力非常的值得，在这里工作真的是太棒的事了。主管说，最近要推出一款新产品，预计和主力产品搭配，同样以外销为主，需要一位外语能力足够胜任的业务助理。因为你刚通过检定，已经具备资格了，问你愿不愿意参与这个品项的工作团队。你很开心地接受了主管的邀约，毕竟能到海外出差，增广见闻是你的愿望，当然要把握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。但是你其实很紧张，毕竟外语能力考试检定只要填答案就好，多考几次就有机会过关，但真的要运用在工作上解决问题时就没那么简单。果然如你所料，刚接手就遇到难题了，因为经验不足，在细节上有疏漏，幸好在资料送出之前有前辈发现了。为了弥补自己的疏失，大家只能加班抢救。当下你就向大家道歉，但几天后在洗手间无意听到让你惊讶的对话，有人在抱怨你的能力不足，却可以接新产品，
怀疑你背后可能有靠山，你不敢让对方发现，只好等对方离开再说。回到办公室后，你感觉非常沮丧难过，因为和平常的你差异很大，连平常在做的事也做得七零八落，让同事忍不住关心你发生什么事了，你才说出来自己的经验不足，能力也不够，果然造成其他人的麻烦，才会被这样批评。大家安慰你，每个人都有新手时期，而且也有其他人想要争取这个机会，但现实就是这样，位子只有一个，被你拿走了。落败的人自己不能接受，才会放大你的缺失，毕竟是你平常的表现都很好，才带给你这个机会，只能当作犯小人，看开一点吧。大家的建议才让你再次振作起来。这个时候，你突然明白很多事，自己的身边有一群懂自己并支持自己的人，但在外围也有一群等着看你好戏，希望你中箭落马，准备落井下石的人。只要想通这点，你就会变得非常强大。这些看热闹、给不出具体建议的人根本不重要，到处讲这些543，就是要你慌乱失常，听他们的就亏大了。于是你下定决心，要为支持自己的人继续努力，超越目标前进。这就是流年7被幸运加持的威力，因为你得到了人人羡慕的好处，当然会引起各种羡慕、嫉妒的情绪反应。身为流言中心，当然感觉不舒服，干扰很大，因为所有的批评都是针对你来的。你能不能保持平常心，轻松看待一切，还是被酸言酸语攻击后就一蹶不振呢？既然今天讲的是流年7的紧张刺激，就让我们说仔细讲明白。记得前面说过，流年是为期1年的关卡吗？没错，这种言行举止被放大检视的感觉，可以随时出现，一遍一遍再一遍，因为你闯关的时间有整整1年哦。是不是想到这里就快要哭了？要被酸言酸语轮流攻击还不能倒下去？这就要看你当时的主题数，才知道你的目标在哪里。目前无法得知，要用喵喵大师帮你算才知道。需要主题数的话，按资讯栏连结就有哦。让我们继续回到流年7的关卡，为什么要被酸被讨厌？难不成是有隐藏宝物吗？没错，你猜对了，但你已经觉得超级烦，要被酸1整年才拿得到，当然是很厉害的宝物，只要破关的人就会给人开外挂的感觉。如果现在的你正在被酸言酸语困扰，可能会有点难理解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哪有这种莫名其妙的东西，竟然能被称为宝物？如果这样想的话，只会逼到自己哦。重点来了，新手的你在没有攻略提示的情况下，肯定会被流年7弄到整天心累沮丧。只要你看了今天的节目，就不用烦恼，至少你知道宝物并不在批评你的那个人身上。光是知道这一点，你就省了很多冤枉路。这是喵喵大师的独门绝技，听到赚到。流年7就是要让你充满自信地展现自己，才会有这样的场景、成员还有情况发生。首先，你会体验到惊喜和成就感，因为你的努力出现了具体的成果，让你觉得自己很棒，这就是基本的自信。接下来，其他人也称赞你，对你改观，这些鼓励会持续地增强你的自信心，让你有更强大的动力去挑战、克服困难。就在感觉很好的时候，讨厌的事出现了。开始有人批评攻击你，大肆宣传你的失误，让你错愕难过，甚至是生气到不行。这时候抉择点出现了，你是要去一一回复这些出处不明的留言，还是一笑置之，继续做你认为重要的事？这个选择是不是非常考验？你该怎么做，就要参考你的动力系统了。可以回看以前的节目，今天不多说。遇到这个抉择，真正的挑战是，只有自己的时候能够坚定信念吗？还是想去安抚所有人，让大家不要讨厌自己呢？如果不想浪费流年7的幸运，请你这么做。首先，向你信赖的伙伴或有经验的人请教，请他们给你心理上的支持，并协助你遇到的困难。再来，要回到事情核心，也就是你的表现是否能继续保持水准之上，甚至越来越好。只要这部分是稳定的，那么你就会越来越强大，代表各种流言攻击都是空穴来风，大家才会觉得你怎么这么厉害，简直开外挂，这种横空出世的天才感就会出现在你身上了。有趣的来了，对1到9号人来说，充满自信的想法和表现是完全不同的，但一样的是，你一定要先让自己有底气才行。因此，流年7的破关方法，旁人只能帮你加油。要是害怕被讨厌，把精力全都浪费在安抚谣言，没有不行啦，这可能是你认为最好的办法了。但是喵喵大师要提醒你一件事，9年后的流年7，整群小人会再来乱哦。
请认真想想，你的幸运要浪费在安抚小人吗？苗苗大师希望你拥抱生命灵数的特质，认识自己的生日、灵数、剧本数、主题数、面具数、有数、缺数、流年，让数字的能量成为你自信洋溢的助力，选择自己有的能驾驭的部分来进行，累积有效的努力，成果才看得见。只要方法对了，你的一切就会越来越好。欢迎大家留言，你认为的自信是什么呢？生命灵数看喵喵大师，你会越来越 lucky 的哟。如果你觉得喵喵大师的灵数 2.0 对自己和身边的人有帮助，就欢迎订阅、追踪并分享给他们哦。我是喵喵大师，下次再聊喽。